老吴的美股直播间，今天是2025年5月6号。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到12点，只有30分钟。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那么，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请把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就不会漏掉。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现在这个大盘标普的这个盘面。今天现在状态是一个低开高走吧。那么快把这个今天低开这个小缺口给补上了。那么整体这个节奏我们之前说过，主要的是周线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看这个水印往上走，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只有打掉5700.7之后，周线上才能反弹成比。反弹成比，看能不能够碰到5773，碰到5773，那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对吧？回到5773以上，那又进入压力位了。它也可以再往上走一走，甚至到这个中轨的这个中枢的中轨的位置。现在中轨在5942，也就6000附近吧。6000附近又是整数位，如果是往上走，看6000附近。然后日线上它往上走的话，也是200天、120天都在这个位置。这个区域是一个强压区。再加上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还有一个事件，就是美联储的会议美联储要公布他们的利率决议了，还有这个2点半的一个这个答记者会，对吧？明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因为现在整体的经济数据并不支持他们降息，虽然说特朗普一直在给美联储施压，让它降息，但是数据并不支持。再加上美联储主席，我之前在周末跟会员朋友们做复盘的时候说过，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个律师出身的，这个人的抗压性，你想想律师的抗压性，对吧？肯定是很强的，他不会趋于这个美国总统让他降他就降，那多没面子啊，对不对？毕竟人家还要脸呢。所以说明天不降息的可能性更大。最关键还是在2点半那个答记者会上，看看能不能给到更多的一个指引。所以说明天这个事件决定了明天是不是这个指数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到200天、120天，就这个区间，往上冲一冲之后，看能不能再下。但是整体现在这个状态啊，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说的这个慢涨节奏，现在是一个慢涨节奏，所以你要做空也好，或者你想减仓的也好，都是小周期的，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4835。到现在这个5700这个次级别1小时上，它这个结构相对是复杂的。我们之前说过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中心；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上一个周期。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我结合上一个周期的话，我是以这样划分。之所以可以这样分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缠论有一个多异性，在这个结构没有完成之前，这个结构现在还在生长过程中。在它没有完成之前，你可以以多种画法或多种分析方法来分析。只要能够让你的进场或者你的这个交易能够以你的画法能够有利于你的交易，怎么画都可以。这就是在它没有完成之前。那么我们两个都要结合，不是说非同级别分解或者说同级别分解哪个更重要，而是两个都重要，你要结合起来看。那么如果说用同级别分解，这是2个中枢。然后一个扩张了，升级了，对吧？那么扩张升级之后，在周五之前这次回落2次回落，还是下面这个大中枢的3买。我们把这个新的这笔回落也可以画出来。现在1小时上是有2次回落的，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2次回落还是前面这个大3买，所以说可以再次打掉这个5700，也就跟我们刚才以明天有这个经济数据、经济事件相对应上了，对吧？那么这样的话，看它能不能够再次打掉5700之后，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继续往上生长的一个状态。那么模型其实是这样，这是有一个中枢，
然后又有个大中枢，然后又往上生长，然后生长的时候呢，它的次级别现在是2次回落形成300，可以次级别再往上生长，然后现在我们的蓝的是刚才我说的2个中枢形成了扩张，中枢升级了，然后这个红颜色的就是这个小中枢，对吧？那么这有一个小中枢，这有2个小中枢，这个所有的这些都在小 B 段，都在蓝颜色的小 B 段里面，这是模型，下面这是大 A。如果说这么生长的话，那可能就要到我刚才说的6000去了，对吧？所以如果说出现这个小中枢往上走的时候，如果说它是出现快速往上拉的时候，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这是小 B 中枢的小 B 段，这就是我们说的 B 中 B。B 中 B 就是跟浪形里面的3浪3一样，如果说你知道多一点的话，所以说这个往上走，如果说因为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刺激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有力度的往上走的时候，一定可以这个多拿一拿，不着急抛，对吧？所以说，如果说顶到这个比较明显的200天，还有120天，还有我刚才说那个周线上的5773的时候，还有这个中轨，反正这有几个关键的位置我们观察，对吧？只要慢慢往上爬升的话都没有问题，只要不出现快速往下杀，这是整体这个指数，因为现在刚好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对吧？看它是能够继续往上爬一爬，还是说是只不过就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因为很多人现在还看这个这个叫熊市反弹呢，他们觉得哎这里反弹一下还要再次跌破4835，但是呢这就是纯预测，走势你是预测不出来怎么走的，对吧？它可以完全是可以慢慢爬，再次打掉6147，有什么不可能呢？什么事情都可能，所以说这些预测都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说它到了这个位置，它完全可以在这里震好长时间，然后再下来，那可能是2年以后的事儿，对吧？那你现在预测它要跌破4835，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交易一定要注重的是当下结构，当下是什么，你是去应对这个市场。现在市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情绪也好，或者说比较悲观的这种状态。就像前一阵儿，因为那个川普的这个反复无常造成市场大跌，那我们就不需要恐慌，对吧？所以一定是基于当下的情况，而不要去盲目预测。这是这个大盘，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那个看一下大家的提问。但是呢，在这个我们先在这个提问之前，我们简单说一下今天要这个出财报的这几个。首先说一下这个 AMD 是5月6号，今天盘后要出财报了。我们把这个今天要出财报的几个简单说一下。AMD 也是小散户，在小散户中比较怎么说呢？欢迎度比较高的吧。那么在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对吧？它又之前从227又跌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跌到76。那么跌到76之后，现在我们要关注就是这个月线上这一笔下跌有没有结束嘛，对吧？如果说它的财报不好，或者说指引不好，再次跌破76的话，22.97%，20%以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周线上现在有5根 K 线，可以的那个先把它当成一笔用，可以没有问题的，对吧？这样的话，周线上这个反弹先暂且看它够笔，因为它有包含关系，下面有几根 K 线有包含关系，所以说这是严格处理的话是不够一笔的。周线上严格处理是不够笔，但是先当一笔用看看。那么如果说这个反弹盘后是涨的话，往上走，正好有200天、200周和120周，看一下到200周。17%到120周30%，对吧？所以到200周的话就是20%以内，那么其实就是上下20%，上下20%的空间。如果说往上走就20%，上20%，下的话就20%。那么还是回不到这个周线大周数里面，它还是3脉。即使到了200周的话，它还是3脉，回不去的话就是3脉。你也可以从这个起跌点174这个位置测一下它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刚好 0.382 113也在200周附近，预示着200周这个位置大概价格
116.5，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是盘后，如果说你要赌财报的话，到了这个位置可以减一减，对吧？如果说你有这个要这个赌财报的话，那往下来就是再次跌破这个76.84。但是整体来讲，现在基本上，周线上、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它如果说再次跌破76.84，就是去踩一下这个120月均线。但是呢，120月均线，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撑了。那想要跌破这个直接走反向的话，现在看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毕竟 AMD 它还是有一些市场份额的，虽然说跟英伟达是比不了，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在这个月线上这个大中枢里面在这震，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因为英伟达的财报是比较晚的，英伟达是应该5月底才出财报，5月28号才出财报，对吧？所以说这个 AMD 你要是想搏一下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空间。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也是今天盘后要出财报的这个 SMCI， 这也是散户中活跃度比较高的，因为这个是也是这个跟英伟达相关度比较高的，之前之前是从多少？这是30多涨到122，然后之后说是财务造假呀，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反正是造成了它又回来了。那么这公司应该是做这个给服务器做制冷的，好像后来他在出现财务问题的时候，好像还说英伟达不给他供货了，对吧？那么不管怎样，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的话，从这个122下来之后，这是一个1、2、3、4、5浪下来，然后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它是又有这个审计公司给他做这个财报了，然后又开始回拉，但是回拉之后，其实在它这个周线上，因为它并没有在月线上虽然说出现了一个很大幅的一个反弹，并没有造成它月线上出现回拉一笔，所以周线上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周线上这里可以先用一个中枢来观察。那么就看它这个盘后能不能够回到120周，对吧？如果说回到120周的话，30%左右，因为这个 SMCI 的话，它的因为盘子相对小一点，那么震荡是大的。如果说要回落，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再次跌破这个最低点27.6，那正好也在200周这里16%，对吧？就上下20%也是。它想要跌破这个200周的话，那除非是财报非常不好，那就要去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了，17.25这里。那么到17.25的话，46%，这个空间就大了，对吧？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是跌破27.6或者跌破这个200周的话，如果说这个力度非常大的，那你就小心了，它可能要去跌破这个17.25，其实就是月线下跌的一个延续，对吧？那么跌破17.25之后，可能弹回来一下，然后做一个反弹确认，3脉就周线上，然后再往下走。所以说呀，就是小心点，它如果说往下走的话，就是 17.25 这个位置，但是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40%到50%的空间。那么现在它也是横在了这个周线上，在0轴以下，就横在这里，你发现没有？它这个 MACD 没有明显的这个方向性，所以说也是在等这个财报。这是这个 SMCI，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 UPST， 也是5月6号今天盘后要出财报。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我们群里面我没有群呢，我们频道里面有一个苏珊朋友好像是经常做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个的。那么他之前这一波应该大部分都吃到了，应该是因为在大家问的过程中，这是我理解的。那么现在它从96跌回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反弹的力度，还没到 0.382， 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周线上这段反弹有没有结束，然后来到日线，日线上今天刚好顶到了200天上，这个次级别还有中枢，所以说呀，如果说盘后财报好的话，那就看去120天，20%，如果是不好的话，那你就这个往回来，对吧？从现在的价格到前低是多少
40%，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给一个2买。如果说下来的话，最好不要跌破 0.018， 也就是不要跌破40吧。跌破40的话就不要买了，它就要去跌破前低了。如果说不能跌破40的话，就是2买，还能够弹一次，看能不能再下。那这个就是盘子比较小，波动比较大，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这是几个要出财报的，我们最后再讲一个这个今天出财报的，也就是昨天 Palantir， 这个其实我在周末复盘的时候跟那个会员朋友们复盘的时候已经讲过它。我当时的建议就是不要做多，就是如果说赌财报的话，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 66.12 到 125.25， 我在复盘的时候已经说了，它这个结构啊已经相对的饱满，而且它的这个离开段是五比或者5浪。我们复习一下或复盘一下它这个结构，从 66.12 现在的周期是1小时，1、2、3浪上去，然后2次回落构成中枢，对吧？这是前面就是进入段构成中枢，它的离开段相对是饱满的，或者说是在第5浪。当时我在周末复盘的时候，这是一个1、2、3、4、5，这是一个5浪的结构。所以我当时在周末的时候就建议这个位置尽量不要去做多它，可以回来的话你要看好，可以去买，对吧？这个位置因为是一个5浪嘛，是一个5浪的一个尾浪。而且它这个当时这个5浪的时候，就是里面的小结构已经很饱满了。那么周一让这个第5段，它的内部就更加饱满。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逃顶的？那这个其实是相对，如果说你的风险喜好偏低的话，应该在这个第5浪的时候，起码应该减一点吧，不为过吧，对不对？应该是一个5浪嘛，尤其是这个周期也不小，是一个1小时周期的。所以说，但是我们不是要预测它就是周一盘后、昨天盘后是要涨还是要跌，而是结构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它饱满了，即使没有财报我也要减，就在这里。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财报？因为结构到了嘛，对吧？所以说又是一个前高的位置，又是一个前期高点的附近。它最高点周一是达到了 125.25， 那么历史最高点是 125.41， 又是一个最高点。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的是周一的这个向上突破还造成了周线上的这个成比了。我们把这个结构这个点位加到周线上，造成了周线上反弹够比了，从 66.12 到 125.25 周线上够一比，更加的，因为周线上也是个5浪。周线上从起涨点 16.14， 这是这个周线上有个中枢，然后离开，然后我们一直说这个周线上有一个非常牛的3买，然后也是个5浪，周线上也是5浪，1小时上也是5浪，所以说这些一叠加，那你就更不应该这个去赌它多，或者说更应该减仓，在这个尤其是周一这个收盘之前。所以说不管怎么讲吧，可能现在来讲，可能在觉得我是在做马后炮也好，或者说因为图形出来了嘛。但是在当下的时候，关键你在当下的时候能不能够有这种判断，能不能够去做减仓动作，甚至去做空的，这个才是考功力的。你只有结构分析清楚了，你才知道现在是当下是个什么结构，结构饱不饱满，能不能够往上冲一冲，还是说这个位置我应该减仓了。所以预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要减仓加仓，这个长期来看才是更重要的。好的，现在还有10分钟时间，我们来这个回答一个朋友的提问。他这个 Robinhood， 我们看一下结构上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之前应该是分析过这个票，看一下大周期现在有没有什么结构。这个是周线上反弹不够比，它的周线离开也是一个潜在的5浪反弹，从这个起涨点1、2、3、4、5，这个5还没出来，对吧？5突破 51.3， 这个周线上才反弹够比。那么日线上现在只有1比，那么这些标注的这些都是1小时上的，这都是1小时的。那么在1小时上，我这里画出来有一小中枢了，但是它1小时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这有2个小中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1小时。那么下面是1小时第一个中枢，现在是第2个中枢，也是高低点有接触，也是一个大中枢，对吧？先不管这个形成这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是往上选，还是说它可以从这里掉头，
你不论怎么样的话，你都是要以最后一个中枢作为你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根据，以最后一个它现在就是围绕最后一个中枢那个做震荡，你能够操作的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的中枢震荡，中枢上方找位置减仓，中枢下方找位置加仓，直到脱离这个中枢。如何判断它不继续中枢震荡呢？就是三买和三卖啊。什么时候出现三买，什么时候出现三卖，它就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了。要么是大中枢的一个升级，要么是往下延伸，这里有一个小中枢，这里再生长一个中枢，然后结束整个的，对吧？那现在没有出现三买和三卖之前，就是在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不知道你想那个这位朋友这个比尔丁朋友你想问什么？但是现在能够给到你的策略就是中枢震荡，你能做的就是去它的小周期。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对吧？看你能不能够抓到这些小的拐点，这就是考你的个人功力，这个是需要盯盘的。那么，这就是需要你个人去花时间来看了。那么，这是完成了这位朋友提问，还有9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 VIX。VIX 的话，从这个60。一直干到这个22.34，但是呢没回去，现在还是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因为这个从12.7上涨的话，这里有一个日线有一个中枢，还没回来，现在又出现反弹，对吧？那么看一下明天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能不能够把它砸回去？砸回去之后，这就有一个120天、200天在这里，看看能不能够得到一个支撑之后，它弹一下再往下走，对吧？所以说也是相对的，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它只要不出现，即使在20多的时候啊，这个 VIX 在20多都是非常正常的，这种都是非常正常的震荡。只要不超过30，甚至到40以上，那么才会出现一个恐慌的一个情况。20多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震荡。所以说这个通过它来反观股票那边的话，我们就知道现在股票的震荡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震荡，对吧？没有什么需要值得恐慌的。这是针对这个 VIX。那么这是这个 VIX， 大家可以继续提问。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黄金。这个黄金我们在应该是上周或者说上一次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我们说一下这个黄金的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这个4浪回撤的这个位置，就是1800上来之后，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中枢，3中枢趋势上。针对第三个中枢的时候，它是一个1、2、3，这个3的时候，当时是一个1.618的位置，我们之前分析过，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第3段。是第一段的1.618的位置，当时是出现了这个急转的行情，对吧？当时在这个出现顶分型之后，你是可以出来的。那么它回来这段又是一个4浪回撤，然后你从这个第3段上涨，它这个回撤非常浅，刚好在0.382和0.5之间的这么个位置得到了一个回撤，而且是一个4的回撤，所以说它这里还有5，可以再把这个前面3500打掉也可以。或者说呢，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做中枢之后看它选方向，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结构的二脉，日线上可以出现一个结构的二脉，可以2次反弹，不能够突破3500，可以继续往下走。那么这样的话，以这种模式来构成一个周线上的回落一笔，因为大的周期它还没有出现大的回落呢，所以周线上还没有这个回落呢，所以说看它是怎么选，是直接想一笔突破3500。还是说弹到3500附近，然后再踩一次，然后再弹一次，再次突破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第4个中枢了，因为前面有3个中枢。或者说在这里2次弹上去都不能突破3500，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再次跌破这个小低点，以这种方式构成周线上的回落一笔，那这个结构就饱满了呀。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再次下跌，这样的话就有进入段，有离开段。有这个中枢的构成，对吧？就看它怎么选。所以说，走势之所以这个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用缠论的这个完全分类来分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结构、它的变化只有3种，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是
横盘嘛，只有3种情况。所以说你只要学会了完全分类，其实这不是说你不能够预测走势，而是说你把它可能的变化都计算出来了，都计划好了，怎么走我都能应对。往上走突破了3500，然后看一下这是第5浪，有背驰了我就减一点。如果说涨到了3500附近，然后它的内部结构已经很饱满了，不能够突破3500大概率，那我在这个位置就要先卖了，然后回来力度不够强，我再买回来，再有一次上去，然后还可以再次突破它，就是每一段分段吃。缠论就是一个分段交易的这么一套理论，它是也是一个最好的抓拐点的一套理论，对吧？你能够抓到这个位置，你需要多周期去看它的这个次级别，用这个区间道。所以说呀，好多人喜欢做这个波段交易，那你没有这个理论知识的话，你想做好波段是比较难的，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分，你都不知道怎么分段，你都不知道怎么看，对吧？给你这么一张图，你都不知道怎么分的话，你知道看哪段吗？对不对？所以说，缠论是最好的分段交易的这么一套理论。这是这个黄金。那么还有3分钟时间，我们可以这个看一看其他的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提问的。没有提问的话，因为现在市场像现在变化并不多，对吧？因为整体都在等这个明天的财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眼现在的这个指数。现在是2次这个回落之后，这个低点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5586这个小低点，看能不能够守得住，因为它已经跌破了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的小300了，5597这个是这个小中枢的300，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如果说跌破之后继续往下延续的话，比如说明天这个利率决议的原因呢特别深，直接往下砸，这就可能砸到这个位置，对吧？也可以的呀。那这样的话，可以从5700断开，左边这是一个结构，一个中枢，2个中枢，第2个中枢还带一个小300，这就变成了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上，可以结束的。然后右侧，它完全是可以直接一下就踩到这个200小时或120小时都在这个位置，5400附近，直接踩一脚这里一个反弹，直接走反向也可以，甚至是直接一个跳空缺口，直接跌破这个位置，然后一个反弹，就变成了一个压力位置，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因为现在已经跌破了5597了，那就看它怎么选，是往上选还是往下选。往上选没有力度，突破5700之后没有力度，你也要卖，因为这就是又出现了进入段跟离开段，就是应对，不停的应对。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周期特别小的话，你就会频于应对。如果说你是天天操作5分钟、1分钟的这种周期的时候，你就会频繁应对，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快速。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1小时日线，你可能如果说你是1小时的话，你跟隔天才需要应对，对吧？那么日线的话，可能是1周才需要应对一次。所以说，就看你的这个个人的交易周期，先定好你的交易周期，你是交易什么周期的这个图形。你不能说我天天上班，我交易1分钟的，你看得过来吗？对吧？你根本看不过来的。所以说，定好你的交易周期之后，然后在这个周期下找你可能交易的这个结构，这样的话才不会频于应对。好的，那么的话，马上到了美东时间12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参与了。好的，现在是美东时间12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再见。